泰国二技能可以让你胜利，也可以让你失败。如何掌握二技能是这个英雄的核心。不是大招吗？大招配个 flicker 不就完事了？那么看起来我们的观点非常不一样了。在看完我的教学后，在评论区告诉我有没有改变你的看法吧。Emblem Setup 第一阶段加满 Firmness 可以加12物防，然后第二阶段加满 Inspire 减8%的那个吸力，第三阶段使用 Tenacity 血量40%以下，增加35点的物防和魔防，然后再预备一个 Emblem。就是魔防了，把第一阶段换去 Shield 加满12魔防，有了这2个 Emblem Set 就可以在 Draft Pick 的时候切换，敌方靠物理伤害输出的时候就用 Firmness 的 Emblem 可以加12物防，然后如果敌方是靠魔法伤害输出的话，就是用 Shield 的 Emblem Set。那减8%吸力呢，有助于二技能的缩短，然后泰国二技能非常重要，突击啊、埋伏啊、救人都需要二技能。Tenacity 主要是我专玩坦克泰国团战，如果敌人专心杀我的话 ，Tenacity 有助于残血时，再加上泰国的被动，可以抗住更多的伤害。抗住伤害有助于我方队友在一旁躺着伤害输出。Better Spell Flicker 永远都是第一选择。泰国的二技能和大招加上 Flicker 就是1+1等于3，非常的棒。Flicker 大招或者 Flicker 二技能都可以捉住附近的敌人。在 Draft Pick 的时候观察敌对的阵容，如果敌对有 CC 加伤害输出都是靠近身的话，那么你需要的就是 Purify 啦。Flicker 就不需要了。当在你需要使用技能的时候，但是被 CC，Purify 就马上派上用场了。为什么不要 Flicker？ 因为伤害输出都要近身，你还怕捉不到他们咩 ？Build Set Up 第一个装隐形主要用途是帮助队友隐身，免受普攻攻击，可以跑入或者埋伏时使用。第二个装就是鞋子啦，就是 Warrior Boots。第二选择就是 Touch Boots， 这个 Control Reduction Reduced by 30%。其实它对 Frozen 啊，好像 Aurora 的那种大招啊，和 Franco 那种奥蒂啊 Suppression 的那个效果啊，减不到30%的，只是对普通的那种 stun 才有效罢了。第三个装就是选最强的防装，物防就用 Black Armor， 魔防就用 Athena Shield， 直接做最硬的坦克。第四个装复活，复活非常重要。当你在前方抗完伤害死后，一复活就可以马上用二技能加大招捉住想要杀你的敌人们，你的队友可以马上把他们清除完毕。第五个装回血，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后期，在战场上要硬抗伤害，需要持续的回血，这个装备是你唯一的选择。那如果你已经处于防主塔的话，就不需要这个装备，直接跳过回血装。第六个装要放什么装备，就看战场的需求啦。有几种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 Dominant Ice， 让敌人减速的装，这个可以让你比较容易推到敌人哦。这个就是减误伤，就是这个专针对 Rory 类的英雄，或者魔防 Curse Helmet 增加抗魔能力。如果敌方中期物攻太高，先买这个730块罢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提供加40的物理，提供加40的物防和被动减6%的物理伤害，可叠加3次。Passive 被动是需要使用技能或者是被普通攻击时候才会叠加被动1层，叠满4层，免疫下一次普通攻击。用一个技能加一个，加第二个，加3个，4个，然后最主要的是呢，还有一点，它这个技能漏了，它可以抗住高温的伤害，可以抗住1次，知道吗？然后我在里面再用技能，我就再抗第2次了哈，抗了第3次了，进去，那时候抗了1次，可以抗了1次。我基本忽略这个被动的啦，对我来说可以看住更多次的那个射手普攻哦。接下来就是 E 技能， E 技能能往指定的方向发出闪形的3层地震波，就是这样，3层1、2、3。敌人被击中时，根据与泰国的距离，给予最多30%的减速，持续1.5秒。也就是说，近身被泰国 E 技能击中时，减速效果非常低，也可能也就1%。被泰国 E 技能最后一个地震波击中的话，会被减速多达30%。敌人都被3层地震波震到，伤害也很可观。E 技能满级震3下可达到1260的物理伤害。
技能可以救队友，让敌人减速，让敌人追不上他的猎物，可以持续远距离消血。如何让敌人被震3次，也很考验你的 timing。最常见的就是敌人在你身边跑路，确认逃跑路线，一技能放下去，3个地震波就给他收下了。手速快的话，配合2技能可以轻松收下残血。用了1技能，接着2技能一放，敌人一边被你推，一边被你震完3次。看吗？1899。偷特伤害，再推他一下，2403。当然了，他现在是没有那个 physical defense 和 magic defense， 扣下来应该有2000的伤哦，收残血一定是没问题的。然后他在逃跑啊，直接 Flicker 1技能啊，这样看吗？2技能往指定方向往前冲撞，任何碰到的敌人会被推到动作结束，然后在4秒内再使用2技能指定方向击飞近距离范围的人。2技能也就是这个英雄的精华，如何在对的时间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带 Flicker 一开始先学此技能，中路躲草，第1轮小兵的时候找机会推没有 Flicker 的法师和刺客，推往队友的方向，让他们前期拿下 First Blood 啊，来过来，马上打过来。如果敌人警觉性高，2技能要推敌人向队友或塔就有点困难。2技能不一定要往队友方向推，直接往敌人推也可以拿下人头，但是主要还是队友得明白你在做什么。这时候推了加上大招，但是队友还在后面逛街啊，那你就不要再做了，因为你的队友地图意识很低，你再重复做1次的话，队友也是不会过来。2技能也是队友的救命稻草，敌人追着刺客射手的时候，把他们推走，救得到队友死也值得了。2技能有一个缺点，就是冲撞和击飞技能间隔，不管你按多快啦，敌人都有机会用普攻或者放技能。最常见的就是直接 Flicker 掉大招棒子吸收附近的人，然后往正中间插下去，击晕 1.5秒。此技能有分3个阶段，第一就是吸引，第2阶段就是吸住，第3阶段就是击晕。吸引阶段被吸引的敌人还是可以用任何 blink 的技能，就是位移的技能躲开或者吸气取消你的技能释放。此阶段被取消技能的话，大招还可以再用。吸住阶段被吸住的敌人已经无法使用任何技能，除了解除吸气技能。如果在此阶段被取消技能的话，你就亏大本了，大招会马上进入冷却。击晕阶段那就是击晕哦。大招 Flicker 看似无敌，如果敌人已经看破你的大招了，反而欢迎你 Flicker 大招，然后在弹发生之前直接 cancel 掉你的大招，反而 Flicker 然后2技能很少人可以躲得到。伤害的时候，然后突然间一个 Flicker 拉过来，你看他们差不多 Flicker 然后推那个闪现的方向。Early game 的前期最主要就是干扰打野，一开始不管3721，学了2技能，直接马上赶紧的往中路中间左边的草埋伏，有 Flicker 的敌人往队友推，再放2技能击飞，应该能马上拿下 First Blood。如果只有法师来，那么就用你的技能推小兵清兵就好了。如果敌方打野还活着，推地图看敌方的红蓝野，确认位置后马上过去准备2技能推走 Buff Reset， 然后就要马上准备跑路，左边右边下面哪里没有敌人就往哪里走，先要 Flicker 马上 Flicker， 然后此时敌方打野又继续打的话，但是他的队友没有帮忙，马上返回去推 Buff Reset， 反复直到敌方队友开始保护打野。如果跑不了必死1次的话，想办法不要让打野拿人头，这样打野经济还是处于落后。这类过程已经让打野放不起来，又让坦克的面具被动无法启动，经济上不来。Early game 已经获得优势 ，Mid game 就要开始为队友开视野，刺客在哪里就在他附近草丛躲着开视野，敌人如果全部一起来就赶紧跑路，来1-2个就捉杀，敌人跑了记住不要贪追杀残血，通常3秒后就不要再追了，敌对此时会来支援然后可能被反杀。如果刺客回去打红蓝，可以去边路为其他队友提供视野，等待刺客再度回来。如果刺客去打的必须跟紧提供视野，敌对全部来的话就赶紧一起跑，防止你的刺客被杀。如果只是1-2个可以等待时机。泰国的1技能加2技能，再加上大招直接捉住。在 game 的有领主叫队友打领主，如果已经把敌对逼近泉水，就在附近1技能骚扰他们，直到领主被击杀。如果敌对一起冲过来，就赶紧跑往领主的方向，然后看情况叫队友集合，大招加 Flicker 或者1技能加2技能再加大招，尽可能捉住后排，队友拿下人头。此时可能直接可以摧毁泉水。
那如果敌对都在战场，打领主吸引附近的敌人过来，又可以捉杀，拿下人头后继续打领主。此时人数优势，记住活着敌人锁在地。然后往敌人可能会过来的方向开视野，直到队友拿下领主。记得打领主先是吸引敌人靠近，捉杀后拿领主，除非全部敌人都在另外一条路，马上拿下领主。等待领主的出发，让队友等待，不要冲动先推。领主靠近后跟着领主，在领主附近可以有效阻挡敌人的视线。找机会大招 Flicker 或者 Flicker 2技能捉后排，成功的话就赢，失败变成人。如果前期输经济，保护乙方打野和射手发育，利用你的身体、技能、走位，尽可能的保护他们。你死好过他们死，你的死不会影响自己和其他人的发育。2技能大招 Flicker 加2技能大招加 Flicker 都可以把靠近队友敌人控住。敌人冲塔的话，要反应也就靠这些招。中期还是输的话，后期只有一条路，守塔保守捉后排。如果敌方人耐不住，不想等领主想冲塔，泰国什么时候用技能就很考验你对敌人出招的经验了。在错的时机出招，反而队友被杀；在对的时机出招，拿后排人头。这时候有领主拿领主，没领主就一起推塔。如果此时队友去打野，那就保护他呗。身为一个坦克，一个人是打不了领主的，也推不了塔，能做的就只是一直发 attack the road push first， 希望队友会去做了。队友要 carry 就是指挥队友了。如果敌人打领主，马上开视野给队友去抢领主。如果敌人先做泰国，此时继续抗伤害，直到队友抬命 combo CC 技能，一把捉住他们，让队友拿下他们的人头和领主，然后直接往最靠近的路推塔。记得不要去追残血逃跑了，追不到就非常浪费推塔的时间。会玩的敌对通常是直接越过泰国，迅速拿下你们的后排，直接让你们没伤害可输出。这时候第一时间马上靠近你的后排，保护他们，让他们拿下追杀者的人头。此时正在打领主的敌对会有2个选择：第一，放弃领主，冲过来反杀，此时让队友持续推进，保护后排就行了。时机好，人头全部拿下，领主也拿下。第二选择，直接放弃打领主，马上让队友打领主。泰国先绕领主一圈开视野，敌人一冲进来，马上往需要保护的对象靠近，放技能捉敌人，让队友拿人头，先处理完敌人才继续打领主。千万不要有敌人的时候还在打领主，敌对直接放完招，队友就直接死完了。这时候不用等领主了，敌对人数劣势，马上让队友推塔并保护他们。队友如果又打野，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啦。泰国玩专坦克，无疑就是专心保护后排了。2技能大招都可以很好控住敌人的走位，前期持续干扰打野，中期持续为队友开视野，后期专心开视野保护队友打领主推塔。整场结束后，我相信队友一定很佩服很崇拜你的。看完我的教学，你还觉得泰国的2技能还是大招是泰国的核心技能呢？哇，好踩啊！等我level 2先，我level 2 OK 可以啊，引他过来 ，OK 可以 ，nice， 是。这是啥啥的这个什么啊？是呀你。哎呦哇！他加太快啊，跟像我第一次这样。看，我没有招，GG。等一下。他紧张哦，太紧张。Illuminates every darkness. Ally has been slain. Enemy has. 喜欢哪？ I stand for the Empire. 你起来。 Shut down.
turtle resurrecting soon. Ult is not ready. 我没有 purify 啊，龙森好像开车了，龙森。对， Shut down. 哎呦，他就是 M2你啊那个。 I do not back out. Enemy has been slain. Enemy has been Nice, nice, nice. Vanguard of the Light Attack the Order. Lord. An ally has slain 还没有 ulti 啊。 Fight to the end.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哎，有人来，GG。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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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浪费哦。本来可以杀那个敌人。 Illuminates every darkness. Killing spree. Shut down. 喂，那个 Killing spree. what the？不明白哦，那个 Your team destroyed a 他在干 turret. 嘛？刚刚东方明星队，我觉得很奇怪耶，我不明白。喜欢他跟你喜欢吗？ Shut GG down. 哦。 Slain an enemy. Our turret is finished. 打了，准备啊！ I do not back out. With honor. As I am the Vanguard. 蜗牛， Enemy double kill. 就是左你。对，打落了。 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 John, sound the horn of victory. Nice。 Together we are the Light Order. We fight to the end. Together we are the Light's Order. We fight to the end. 对啊。 Shut down. Destroy the turret. Your Illuminates team destroyed the turret. GG。 Enemy has been slain. 他等下过来。 sound the horn of victory. 小心啊！ Triple 可以可 kill. 以，好踩好踩好踩！赢了赢了赢了！他们有大招，赢了！ Destroy the turret. Double 不能了了， kill. Victory. 哇，终于480了！有 Jasmine 的 cycle，真是连赢我们6连赢了。对哦，这样昨天呢？